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个带您寻找真相的频道。匈牙利目前在欧盟中是力挺中共的，我想了解一下曾经的匈牙利，对我们也有必要的帮助。或许许多人不了解，匈牙利是世界上第二个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它是在俄国革命胜利后2年即1919年就成立了。匈牙利刚成立苏维埃以后，即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不过很不幸，马上被法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联军协约国灭了。整个存续时间是133天。再次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到1948年，二次大战胜利以后了。匈牙利在1945年成立临时政府，当时的匈牙利共产党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但影响力还不是很大。所以匈牙利是多党联合执政，其中实力最强的就是小农党。1948年6月，匈牙利的2个工人政党即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建立了统一的工人政党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此时起，匈牙利正式属于共产党统治，成了苏联的小兄弟。当时，匈牙利的主要领导者大多都是从苏联回来的，苏联对匈牙利政府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向苏联一边倒，不只是外交政策，甚至是匈牙利的国策。从根本上说，苏联掌控着匈牙利主要领导人的命运，包括匈牙利国家的命运。同样，匈牙利的领导人也跟着苏联学习，苏联有过的肃反、权力集中等在匈牙利都发生过，其中著名的案例有拉伊克之死。匈牙利权力集中在共产党之后，开始实行拉科西主义。拉科西主义实际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匈牙利版，其实质是在个人迷信条件下强制推行苏联的社会制度，实行全盘苏化。全盘苏化的表现形式，就是在政治上破坏民主与法治，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经济建设上不顾本国具体条件，机械地效仿苏联；在思想文化上实行专制。拉科西是老共产党员了。1919年，匈牙利成立苏维埃政权的时候，他就是任职副商业人民委员。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后来流亡苏联。1945年回国，不久担任总书记。拉科西实际上就模仿斯大林，在匈牙利搞起了他的拉科西主义。拉伊克也是早期的共产党员，经常因参加地下活动被捕。拉伊克能活下来的重要原因，一是他一直得到党组织的有力营救，二是他有个哥哥是前政府的国务部长，地下党承诺，只要能保住拉伊克的性命，革命成功后不追究他的责任。拉伊克的立场是坚定的，和拉科西一起在夺取政权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拉伊克当时出任内务部长，他在清除法西斯和粉碎小农党的过程中，甚至把救过他性命的哥哥都判了死刑，这充分证明他有着坚定的政治立场。拉伊克在匈牙利党内有着很高的威望，是大家公认的拉科西的继承者。1949年，匈牙利党的一统天下已经形成，拉科西的个人崇拜也开始出现，他被吹捧为英明领袖、人民的领袖、匈牙利伟大的儿子、我们党杰出的思想家、斯大林最好的匈牙利学生等等。他的伟人像挂遍全国，文艺作品都是歌颂他的内容。我们选2句当时肉麻的歌颂，佛儿停止了喧哗，好让人们听清拉科西的讲话。最好的父亲拉科西，劳动人民热爱你。拉伊克的这个身份和地位，在集权专制的拉科西看来，不是因为有个继承者感到开心，而是觉得有个权力的竞争者感到恐惧。拉伊克的成绩、贡献、威望，现在成了要他命的一条条绞索。逮捕拉伊克是有预谋的，拉科西先把拉伊克从拥有实权的内务部长的位置上调任外交部长。1949年6月19日，拉科西向公众公布拉伊克被逮捕，罪名是人民的敌人，一起逮捕的共有19人。实际上，苏联也好，这些苏联控制下的东欧国家也好，对付自己内部官员的做法套路
基本上是一致的：先秘密逮捕，再公布罪名，再在全国范围污名化。实际早在5月20日，拉伊克就在家里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妻子拉伊克·尤利奥。他的妻子也是个老共产党员，当时担任全国妇联秘书长，出生才4个月的儿子被送进孤儿院。斩草除根是这种邪恶政治的基本特色。1949年9月10日，拉伊克和其他同案人员被起诉，起诉的罪名有3：一、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是美国情报机构的代理人；二是南斯拉夫当时铁托没听斯大林的话的间谍和霍尔蒂原政府警察局的特务；三企图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每个稍微了解苏联和东欧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几个罪名都是随意捏造的。美国在苏联及他的任何小兄弟国家里都是背锅侠。为了表明公正和法治，拉科西还演了一出公开审判的戏。在这次公开审判中，拉伊克及其同伙对所有指控都供认不讳，结果拉伊克被判死刑。据拉伊克妻子尤利奥回忆，1949年10月15日，她在布达佩斯监狱的一间单人牢房里亲耳听到自己丈夫在窗外被绞死的声音。她说：“我听到有人说盖伊死刑可以执行了，然后我听到椅子从他脚下拿走的声音。在这个万籁俱寂的清晨，我听到那个医生证实他已死了。”拉伊克案子的离奇处在他的招供，这一直是后人无法解开的谜。也就是说，拉伊克为什么要对这样的莫须有的罪名供认不讳？后人猜测有这么几种可能：首先，严刑逼供。苏联的那套肃反手段其残酷超过纳粹，匈牙利在这方面也是有经验的。他们除了严刑拷打外，还有各种折磨人的招数，如噪音、毒药、威胁家人等等。但拉伊克是经历过盖世太保的折磨的，所以许多人认为这种方式不可能让拉伊克屈服。其次，顾全大局说，这是苏联肃反时经常采用的方法，既要为伟大事业牺牲自己。关于这一点，英国作家威廉·肖克罗斯在他的著作《罪行和妥协》中分析了这种做法。根据该书的说法，拉伊克不管怎么逼供拒不认罪，拉科西就派出拉伊克最好的朋友，已任内务部长的卡达尔前去劝说。卡达尔要拉伊克为了党的利益而公认罪行。卡达尔说，党已选中你扮演叛徒的角色，你必须为了党牺牲自己。这是可怕的，但你毕竟是老战士，不可能拒绝帮助党。然而承诺是，只要承认罪行，保证不会被杀，并将秘密释放他的妻子和儿子，以后去乌克兰或克里米亚生活。这种说法有着典型的阴谋论的味道，但因为整个事情的演变过程确实拉伊克承认了罪行，所以让这个阴谋论有了可信的合理基础。为此，南斯拉夫的《信使报》在1956年采访过拉伊克夫人后写的报道中这样写道：为了使拉伊克拉斯洛以及同他一起受审的人供认有罪而施加的折磨，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只有在由他们所尊重的权威人物出面来打动他们的良心之后，才把他们征服了，使他们沦为卑鄙阴谋的工具。这种观点后来同为苏联阵营的波兰新文化报也做了同样的表述，这说明这不是简单的阴谋论。虽然历史的真相还是扑朔迷离，但拉伊克被诬陷致死的事实却无法抹杀。1956年7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为拉伊克平反恢复名誉。匈牙利在苏联阵营中社会经济一直没有发展，到80年代末差不多走到了破产的边缘。1989年的东欧剧变，匈牙利和大多数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选择了资本主义。匈牙利1999年加入北约，2004年加入欧盟。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欢迎点赞评论，谢谢大家。